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日本准备干涉台湾的计划浮出水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象。日本防卫省发表的白皮书，把台湾从中国的章节中抽离，简易为要以防御冲绳为借口，干涉台海事务。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把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等问题说成是日本的危机事态。日本防卫相甚至称台湾问题是日本的问题。另外，日本还别有用心地把台海和平问题挂在嘴上，在国际会议上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在遭到中国政府强烈的抗议之后，日本的一些官方人物似乎在台湾问题上向后退了一步。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在日本官方或者政府官员不便出面、不便讨论的问题，现在他们让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站在了前台。最近，日本的自民党推出了一个所谓的2+2高层对话的这么一个建议。不要忘了，自民党是执政党，这个和台湾民进党进行所谓2+2高层对话，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对话了，这严重的违反了中日之间有关台海问题的协议。那么他这个所谓的2+2高层对话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参加呢？按照媒体的报道，他们这次派出的是日本自民党内的外交事务协调会以及国防事务协调会的负责人，那么和民进党党内的相关或者是同级的人物展开对话。这已经是一个半官方的或者是准官方的对话了，事态非常严重，已经踩了红线了。因为这个所谓的2+2高层对话非常的敏感，实际上的性质又是非常恶劣的，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其后果相当严重。我想日本的自民党可以说对此是心知肚明，不会不明白。那他为什么现在要强行推出这么一个建议，而且是他主动的向台湾的民进党提出的建议呢？其目的何在？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抚慰台湾当局。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抚慰台湾当局呢？是因为最近美国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主要是阿富汗的撤军表现非常狼狈，在惨败的状态下匆匆忙忙的撤军，抛弃了他一手扶植的阿富汗政府。这样的举动让那些紧抱美国大腿的走狗们寒心，这里面包括日本，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的当局人物。美国在阿富汗经营了20年，投了这么多钱，说走就走，不管其他人的死活。那么这已经是第3次干这个事儿了，在越南搞过一次，在中东搞过一次，现在阿富汗的情况又是这样。只要他不符合他现在的利益，给他造成了麻烦，他没法处理，他可以甩手就走，不管后果。那么像台湾地区当局一直将所谓保卫台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这样的一个结局让民进党当局是很寒心的，抱美国的大腿恐怕是抱不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充当抚慰台湾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心理抚慰师，有作用吗？但是不管有作用没作用，日本和台湾地区当局的人物抱团取暖，这是他要开展2+2对话的目的之一。第二个日本通过这种样的形式也玩起了踩红线切香肠的这么一个举动。日本通过所谓的防卫白皮书、政府官员的一些言论来表达他们对所谓台湾问题的关切，甚至认为如果台海一旦有事，他们有可能会介入，起码是跟着美国屁股后面一介入。当然，这样的言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击之后，他们收敛了。但是现在又变了一种花样，以另外这个面目出现，通过所谓政党合作的方式来进一步试探大陆的反应。我想这个反应其实应该是可以预测的，只要他实施这样的行动，必然会遭到我们强烈的反击。第三，日本
执政党自民党要和台湾地区当局的民进党展开所谓2+2的会谈，它的另外一个目的呢，恐怕还想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反华分子、反华的政府做个示范，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中国大陆呢带来更多的麻烦。现在呢，包括欧洲的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已经在美国的鼓励下进行了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遭到了我们的打击。那么现在日本呢，又想通过这么一种所谓的政党合作的方式来构建一种新的挑衅模式，必然会给其他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做出示范，给中国大陆的外交工作呢造成一定的困难。这样的目的能达到吗？这个结果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大陆对此必须采取强硬的对策，对此展开强烈的反击。该抗议抗议，该打压打压，哪怕和日本自民党的关系恶化也在所不惜，因为事情是他们挑起来的，最终的恶化的后果是要由自民党来承担的，就看他敢不敢这么做。另外呢，我们还要动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文，对敢于参与所谓2+2会谈的自民党内的高层人物进行制裁。如果不制裁，那么对他们的抗议仅仅是不疼不痒，必须要打到疼处，他们才有可能进行收敛。当然，我们也要和周边的一些国家要展开相应的合作，来共同反击这种支持台独、分裂中国的一些行为，让日本自民党搞出这种反华新花样，最终以破产告终。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